令人震驚。NASA 證實土衛2那片被冰壳蓋住的隱藏海洋裡，真的出現了新的有機分子線索，等於又往可能宜居的方向推了一把。科學家們把卡西尼號當年從土衛2雨流裡帶回的那堆數據重新翻出來，逐條細看，用更成熟的手段再梳理一遍，結果比過去任何一次都看得更清楚、更有把握。更關鍵的是，那些在海洋噴射出來才幾分鐘就被採到的超新鮮冰粒裡，居然藏着以前從未在土衛2身上確認過的新型有機分子碎片。這些發現等於是我們目前最直接的一扇窗，讓人第一次更像聞到地下海洋的味道，去理解這個長期被認為可能宜居的地下世界到底有什麼化學底料。在這段視頻裡，我們會用最直白的方式拆解他們到底發現了什麼，為什麼這件事值得興奮，以及它會怎樣影響未來去土衛2的探測任務怎麼設計、怎麼採樣。好了，繫好安全帶，我們就從最關鍵的那次近距離掠過說起，開始吧。2. 關鍵瞬間，2008年近距離擦肩而過的取樣。卡西尼號在2008年那次飛掠土衛2，至今仍被認為是它整趟任務的高光時刻之一。科學產出密度高到讓人多年後還在挖寶。卡西尼當然不是第一次飛過土衛2，但這一次近得離譜，它幾乎貼着南極上空掠過，最近時離地表大約只有21公里，放在宇宙尺度裡簡直是擦肩而過。而土衛2南極那一帶，滿地都是被叫做虎紋的長裂縫，像老虎背上的條紋一樣一條條拉開。那裡的冰壳更薄，溫度也更高，所以水蒸氣和冰粒才有機會從地下海洋擠出來，噴出去。當卡西尼穿過這些噴流時，它的宇宙塵埃分析儀就像伸手去接迎面而來的冰雨，在接近每秒18公里的相对速度下，把一顆顆冰粒直接抓進儀器裡。這種高速撞擊幾乎是瞬間加熱，把冰粒裡的物質一下子氣化出來。機載質譜儀就趁着這一瞬間讀出化學成分，相當於現場做了一次迷你化學檢驗。3. 為什麼這次更可靠？從曬舊樣本回到原汁原味，但後來很多研究盯的是那些已經飄到土星一環，在外面晾了很久的粒子。問題是，它們長期暴露在輻射環境裡，成分可能被改造過，所以解釋起來就像在看一份被曬舊、被污染的樣品。這次的新研究換了思路，他們把重點放回剛從噴口出來就被抓到的顆粒上，因為這些物質在被採樣前只在太空裡停留了很短時間，更接近原汁原味。他們用更新的分析方法，把這套看似舊的數據重新處理，就像給老照片換了更好的鏡頭。結果發現，土衛2的有機化合物範圍比我們以前想的更廣，種類也更豐富。在這些新識別出來的成分裡，出現了酯類、醚類以及帶環狀結構的一些分子家族。這些名字過去幾乎不會和土衛2放在同一張清單裡，它們能出現，說明土衛2海洋裡的化學環境並不單調，反而可能支持更長、更複雜的反應鏈，能把簡單原料一步步推向更複雜的有機結構。哪怕他們看到的只是很小的分子碎片，這些碎片裡仍保留了關鍵細節，足以讓人辨認出環狀結構、雙鍵這類骨架特徵。就像從碎片也能看出原來是什麼形狀。也正因為分析範圍更廣，我們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土衛2海洋向外噴出的到底是哪些原材料包，像是一份更完整的化學配料表。
這套結果也和卡西尼早期發現對得上，比如鹽類、簡單有機物、二氧化硅顆粒這些線索都還成立。但這一次等於把海洋內部和雨流帶出來的有機物之間那條線拉得更直、更清楚了。因為樣本是在噴射後很短時間內就被收集，成分更能可靠反映海洋本來的樣子，不像在土星環境裡漂太久的粒子，可能被輻射、帶電粒子慢慢加工，從而引入各種不確定性。總的來說，這等於再次證實，土衛2的雨流就像一條天然通道，一個自帶的噴泉管道，能把海洋內部的化學物質直接送到太空裡給我們取樣。這也讓土衛2變得非常稀有。在太陽系裡，能不鑽冰、不挖洞，只靠飛過去接噴出來的樣本就能採到地外海洋成分的地方，真的屈指可數。4. 海底化學工廠熱液循環與海洋不均勻，而這些新有機分子一出現，就立刻改變了我們理解土衛2內部過程的細節。裡面到底在煮什麼反應？能量從哪來？反應鏈有多複雜？都因此多了新的抓手。在地球上，像酯類、醚類這類分子家族，往往能在水域上礦物質的環境裡形成，尤其當溫度有梯度，條件不斷變化時，就更容易把化學反應往複雜方向推。卡西尼以前就抓到過附硅顆粒，這被視為熱液相互作用的蛛絲馬跡。換句話說，海底岩石裡可能真的有熱水在循環，就像地球深海熱泉那樣在燙着，在跑着。新的有機物結果也正好契合這個模型。這片海洋很可能不是一鍋均勻的湯，而是被热梯度、地質梯度切分成不同區域，有的地方更熱、更活躍，有的地方更冷，反應更慢。這點非常關鍵，因為熱加水加礦物質這種組合一旦長期存在，往往會像一口慢燉鍋，時間越久，生成的有機化學物質就越豐富、越多樣。不管這些反應只是地質過程自己在跑，還是未來某天會發現其中有生物因素插手，這類條件本身就被認為有能力生成更複雜的碳基化合物，也就是生命化學最愛用的那套碳骨架。尤其是那些带環狀結構、帶雙鍵的分子一出現，就在暗示土衛2的化學過程可能早已超越最簡單的直線反應，而是在走更複雜、更有層次的路線。更重要的是，這次樣品足夠新鮮，大幅降低了來源不確定性。我們更敢說，這些分子真的是從海洋裡出來的，而不是後來在外太空被改出来的。以前最讓人頭疼的模糊點就是一環裡的材料漂得太久，長期被輻射慢慢烘烤，化學結構可能已經變形，導致你很難判斷它最初的樣子。而這次研究盯的是雨流裡剛被抓到的顆粒，更像是從源頭直接舀一勺海水霧滴，因此更直接反映海洋的真實化學成分。這就更有力地指向一個結論：這些有機物的多樣性，根子在土衛2內部的海洋與岩石系統裡，而不是被太空風化、輻射改造硬塑形出來的假象。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點，這些結果不只告訴我們有什麼分子，還給了我們理解海洋怎麼流、怎麼交換物質的全新視角，也就是海洋動力學層面的線索。從有機化合物的分布來看，土衛2的海洋很可能並不均勻，它可能有熱點區和冷門區，化學活躍度並不是到處都一樣。這些化學差異可能來自很多因素，離海底熱液噴口近不近，海洋環流怎麼繞，
以及靠近冰鞘處的冰海洋相互作用強不強，都會把成分調出不同的味道。於是新的問題就來了：這些物質在海洋裡到底怎麼循環？要繞多久才會被送到噴流出口？雨流活動又是以什麼節奏把它們運到海面並噴向太空？5. 下一步，更強儀器去追生命指紋。而土衛二的這些線索，並不只屬於土衛二本身，它們也在幫助我們更系統地理解，在地球之外，那些藏在冰鞘下面的海洋世界，可能普遍具備怎樣的化學潛力。如果連體量並不算大的土衛二都能產生並循環這麼多有機物，那就說明類似過程很可能不稀奇。在木衛二甚至海衛一這類冰冷天體上，也許同樣存在可對照的化學發動機。這等於把可能支持複雜化學反應的環境地圖往外擴了一圈，也讓我們能更細緻地修正模型。外太陽系裡，哪些地方可能具備生命所需的條件組合，哪些又只是看起來像？一句話總結：新的分析把土衛二從冰冷的衛星升級成一個更像活體系統的世界。它內部有海洋，有能量來源，化學還在持續演化，甚至可能具備與宜居性相關的關鍵化學路徑。當有機物信息變得更全面，我們就不再只是猜，而是有了更硬的科學依據去規劃下一步。該測什麼？該去哪一帶？該用什麼儀器把海洋的故事挖得更深？當然，這並不是發現生命的直接證據，但它確實讓那張生命條件清單更完整。液態水在，內部加熱在，礦物相互作用在。現在連有機化合物的種類也更豐富，拼圖越來越像樣了。把這些因素合在一起看，土衛二幾乎就成了天體生物學的明星目標之一，既相對容易接近，又能用最少的工程代價拿到最關鍵的海洋樣本線索。不過話說回來，這些結果也提醒我們，卡西尼再厲害，終究有它的時代局限。它能帶我們看到大方向，但很多更細的關鍵問題，當年它真的做不到。最直接的限制就是，卡西尼並沒有專门用來識別生物特徵的設備，也無法一錘定音地判斷某些有機物到底是不是生命製造，還是純粹的地質化學產物。它的儀器更像普查型工具，擅長告訴你有什麼成分，比例大概如何，但它並不是溯源偵探，很難區分這些分子究竟來自地質過程，還是來自可能的生物過程。所以，我們雖然知道土衛二的海洋很活躍，化學反應很熱鬧，但卡西尼並沒給到那種能回答有沒有生命的關鍵細節。就像你看見廚房火很旺，卻還沒看見到底有沒有廚師在下鍋。而未來的任務，就有機會把這些缺口補上，帶着更專業、更敏感的工具，去追那些卡西尼當年追不到的微弱指紋。目前不少方案都在提，下一代航天器要帶高分辨率質譜儀，再配上更靈敏、更乾淨的採樣系統，盡量把分子級細節抓到手裡，而不是只停留在大類判斷。更妙的是，土衛二會自己把海洋物質噴到太空裡，所以探測器只要反覆飛越雨流區域，就能一次次收集樣本。你不一定要冒險着陸，更不必硬着頭皮去鑽那層厚冰。這種飛躍取樣的方法能在更受控的流程裡研究海洋化學，還能去找更微妙的分子模式，比如氨基酸、脂质樣結構、同位素比率等。這些往往更像來源指紋，有助於區分生物與非生物過程。但科學家不只想取一次樣就收工，
他們還很在意時間維度，雨流成分會不會變化，什麼時候更濃，什麼時候更細，這背後可能對應海洋內部的節奏。如果我們持續監測有機物的濃度和種類變化，就可能看出一些規律，比如潮汐拉扯帶來的周期效應，類似季節性的起伏，甚至次表層活動的循環節拍。這些長期觀測能告訴我們，海洋環境到底是穩定的，還是不斷翻騰變化的，也能幫助鎖定化學最活躍的區域，哪裡更值得反覆飛躍，哪裡可能是關鍵靶點。而這項發現的意義，真的不只是一顆衛星的故事，它其實在改寫我們對整個外太陽系可居住可能性的想象邊界。它進一步說明，就算沒有陽光照進來，冰壳下面的地下海洋依然可能靠內部能量維持複雜化學反應。也就是說，太陽光並不是複雜化學的唯一燃料。如果內部加熱再加上岩石水相互作用，真的足以驅動這些反應鏈，那就意味着太陽系裡潛在宜居環境可能比我們過去想的更多、更普遍，只是被厚冰藏起來了。而隨着現代技術越來越強，科學界繼續把卡西尼的老數據拿來重做、重算、重解釋，很可能還會挖出新的發現。老數據裡往往藏着當年看不懂的答案，每一次重新評估，都可能讓我們對土衛二內部過程多理解一層。能量怎麼走，物質怎麼換，反應怎麼連，拼圖就這樣一點點被補齊，問題也被問得更精準。所以未來的任務目標其實很明確，把所有線索指向那個最大的終極問題：土衛二的海洋裡是否存在生命的跡象，或者至少存在更接近生命的化學證據。這批新鮮出爐的有機物線索，基本等於把土衛二冰層下那座化學工廠的存在公開了。海洋不僅存在，而且化學活性很強，確實在持續產出並輸送物質。這些發現讓宜居性的證據更扎實，更像那麼回事。但關鍵問題仍懸在那兒：這些化學過程到底走到哪一步？是否出現過生物相關的模式？我們還需要更直接的證據。最終，未來的新一代探測任務要做的，就是把證據鏈補齊，用更敏銳的儀器、更系統的取樣與長期監測，來判斷這個海洋世界是否真的顯示出生命跡象。